在云南的边境小乡镇赶集，不知道的还以为这是在办宴席。这是我自驾旅行来到云南文山州的牧场。这个小乡镇位于中越边境的大山之中，每周赶一次大集。集市上有很多闻所未闻的山货，想要了解云南就要走进这样的集市中。带着好奇心，我一大早来到集市上，才发生了接下来这一系列有趣的故事。风里雨里，我在琛客等你。Hello， 大家好，我是简小白。我们来到云南一定要赶一次集。到云南赶集非常的有意思，特别是在云南边境的小乡镇上面赶集，那更有意思了在我身后就是农贸集市，身后有很多人正在吃东西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赶集，像在吃席一样跟着我的镜头，咱们一块去瞧瞧，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鲜的事物发生。今天很早然后我就开着车来到这个中越边境的一个小镇上，我给你们看一下这个我的位置所在的壮族苗族自治州你看就在边境线上我们来到这里以后我就发现他们在这个吃什么东西我不知道大哥你好，你们这个是在吃席吗？吃牛肉我以为你们是在吃席你们是来赶街的呀？它是按人头收费还是多少钱一斤？35一斤。你们就是镇上的？我们是小村里面的。这里是我们镇上我过去拿那个筷子过来给你尝一下嘛。好嘛，我尝一下嘛。谢谢。哎呀，谢谢哥。我先尝尝它的本味儿。赶街能吃到这么好吃的？有些叫做赶节，有些叫做赶街，我们云南叫做赶街。好香这个牛肉好。不是水牛，是黄牛。好好吃。早上我吃过了，我就是来赶街体验一下，玩一下。你们这边赶街很好玩。是这样。多久早上就不了，太早了。你们这一锅的话多少钱是2斤60块。60块，那还可以哇，这个吃的很不错，味道很鲜。你们早上就开喝你这个是包谷烧是包谷薏米是一样的吗？是一样的，对。2个要喝1斤就够了。你们早上就要搞1斤没有，刚刚开始。他们这个辣椒蘸酱也挺不错的味道看着很好吃的样子。早上起来就吃米饭，哇，这个是包谷米饭吃饱你们就好走路没影响了。你们都在早上吃米饭我好多年没早上吃过米饭了，他们还要搞这么大一碗。这个是什么呀？那个肠子蘸一点这个辣椒试一下。这个真好吃，真香，这个。今天你就在里面。对。你们是苗族族。贵州兴业有我们苗族对，苗族那边也有。我们就是那个兴业过来的。你们就是从那边过来的？2倍多人了。2倍多人了。这样子。以前我们是贵州人，现在是云南人了。都一家人。这刚走进集市还以为这里在办宴席，原来是周围村子里的人们来赶集，顺带在这里吃个早餐。牛肉汤锅配上玉米饭，再来点8+1，竟然成了他们早餐的标配。我只能说是佩服自打念中学进城以后早餐的配料表里就从未出现过米饭。你们慢慢吃，我再去逛一下。你们逛一下。好，拜拜。太热情了，大清早的开始在这里吃牛肉、吃米饭、喝8+1。这个老板生意也是做得好你们看一眼，真的好多人在这里吃这个牛肉哇，这个看着就真的很好吃你们看一眼，馋死你们，真的太香了。哇，这大哥一个人都在这里吃看来他们这边很喜欢吃这个牛肉哟，这个生意真的很好你看这么多人，哇塞。这个集市呢叫牧场镇集市，然后他们是一条街道过来从那边一直走过来，然后到我身后的前方一直走过去，都是赶集的地方很有乐趣。他们这边很多小吃，特别多那些有意思的小吃我看到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小吃？那个活猪肚。这个是蛋。里面有那个小鸭仔。糊蛋、毛蛋。对这样子这越南的小吃。这个是越南的小吃。这个多少钱一份哥
块钱一个。5块钱一个蛋。这小孩子在那里看着，看的样子应该是很好吃哦，我还没吃过嘞。这个味道是不是有一点酸辣酸辣的？对。哦，它是傣味。反正是越南那边的特产。不是傣味。不是傣味。哦。这个货都是往越南那边发过来的。从越南那边发过来的。哦。你这个一天要卖多少份啊？好的话可以卖100个。100个。哦。它这个要花那个小柑橘啊，小青柑在里面。很想体验一下啊。小朋友，这个好不好吃啊？好吃吗？这个挺有营养的，你们可以试看。老板，我也来一份，我尝。哦，好，我也想来一份，挑战一下，试一下。我从来没有吃过，感受一下。这个腥不腥啊？味道？它放了这些的话就不鲜了。这个是什么叶子啊？香柳啊。香柳，这个是。这个是姜。这小青柑嘛。对。这个里面是酸汤吗？不是酸汤，是辣椒水。辣椒水啊？哦，这样子。越南货这个是。我还吃到进口美食了。我刚刚以为他这个声音是买布单，结果我过来看。辣椒能大一点还是少一点？结果他是买毛蛋啊。谢谢。哎呀，我靠，这里面还有毛啊！就是这样的，兄弟姐妹们。这个，哎，我先尝尝这个蛋的味道啊。你们还别说，真挺好吃的，没有腥味啊，兄弟姐妹们。味道不错。我准备替你们品鉴一下这个。哎呀，兄弟姐妹们，我豁出去了啊！我人生第一次吃毛蛋啊，试一下啊，这里边真有毛。我真不开玩笑，这个味道是真可以啊！你看，真的会有很多路人，他们都喜欢吃啊，然后买一份这样边走边吃，或者坐在这儿吃啊，挺有意思的啊！不能只我吃，团长你也要吃，把那坨子肉敲起来要吃。你试嘛，没得腥味嘞，感受一下，没腥味儿，就是正常的鸡蛋味啊，味道还可以啊。真的不是为了整蛊你们，你们要是到这边来感受一下，买一份啊，才5块钱，真的可以试一试，吃起来味道还真不错，真的啊。咱们又去尝一尝，发现别的新鲜的东西啊。如果你是一个外地游客，想要快速的了解一个地方，就去当地的集市逛一下，因为这样的小乡镇集市上，大多都是本地人摆摊儿或是来赶集的。牧场镇位于文山州的马关县，紧邻中越边境，也是少数民族聚居地，以苗族和壮族为主，以及彝族、瑶族、布依族、傣族等，是一个多民族交汇的地方。我去，全程 T 恤15元，我想买一件纯白的，这个布料怎么样？还可以吧。老板，有没有纯白色的棉 T 啊？这个面料是跟这个一样的吗？是一种的。有没有更纯棉一点的？这个可以摩代棉、摩代尔棉。呀，你们还别说啊，这上面的图案还挺好看的，只需要15元一件啊。这个我喜欢，这个也不错。我们准备一人搞一件这个，这应该是我目前为止穿过最便宜的。一直有人问我穿的这个工装啊，在问我这个事儿。然后其实我一直以来我穿的都是那种几十块钱的货，但是呢是工厂的那种断尾货，是自己捡漏的啊，平时是买不到的。我们买了3件，45块钱，3个人穿啊。我看到他们这个摊位好多老人，卖的是民族服饰啊。姐姐，婆婆，你们好，你们这个是布依族服饰吗？苗族服饰啊。哦，他们这边的苗族服饰不一样哦，孤陋寡闻了我。刚刚还以为是布依族，因为我看到过布依族很相似的服饰，贵州那边种子都种到这个绿化带里面来了。哟，这个是李子啊。李子啊，本地的。本地嘛。这个多少钱一斤啊？3块。3块一斤。看着还挺不错的，3块一斤。这个阿姨吃了之后，她马上就撑了啊。我们照顾老人的生意哈。你2箩筐都卖完了？2筐都卖完了。生意好啊？不好。我也来称点，3块钱一斤。啊。2块了。哦，你吃了好吃吧？开头。
嘿，我就不挑了，你帮我称一下，老贝子。姐，刚好1斤啊。啊，哦，刚好1斤。手机扫不了啊？到不了。我能扫给你吗，阿姨？我不得，我是不得，不能老年人不能用。哦，好吧。那就扣了，少了，啊，提前扣吃了。送给我吃啊？那怎么能行？那不行。我有。哟，刚好2块了，谢谢你，老贝子，谢谢你。你这么好心，怎么能不让你收钱呢？感谢。他竟然不收我钱哈、这个吃的还挺不错的。然后呢，2块钱1斤。平时我是很少吃李子，主要是买回去大家伙儿一块儿吃吧，因为我吃李子容易打标枪。哈哟，这里有这么多鸡哥，我去，鸡哥啊，你们好。这些鸡是什么鸡品种啊？哟，这儿还有鸭，鸭哥，你们将会去到哪个村子？在村里等我。这个是什么鸡啊，老板？黑乌鸡啊，这个是白羽乌鸡吗？哦，当宠物养都可以了。这个白羽乌鸡看着好可爱。这个咋个卖的？18块钱1斤，一个。哦，那这种鸡呢？16。这种鸭子呢？15。哦，谢谢你啊。这么问下来，你们觉得这个价格是贵还是不贵啊？我感觉还挺不错的。我主要是想称点土豆，他们这边的老品种土豆不知道好不好吃哦。这个好像不是哦，是不是啊，兄弟姐妹们？也不知道是不是他们这边的老品种土豆。这个是达远喜、香来、香料。哦，我知道了，做蘸水好吃。在云南这边啊，他们用来做调料香料的一些小的那种菜，这些菜呢就是特别的适合用来做蘸酱，然后做调料的，非常好吃。特别是这个，我先看看老贝子，逛逛哈，谢谢你，谢谢你。这个是蕨菜吧，是吧？然后这个又是啥？有人可能会说，你不是农村的吗？怎么这也不认识，那也不认识啊？因为在我贵州老家，小时候真的没有这些菜，我发誓，真的没有。这个是啥？我真的没见过，我们老家没有这种，这应该是青瓜之类的，啊。哦，对，就是这个小土豆，我靠！我跟你们讲，这个炒出来香绝了，这个称点。它这个土豆是一个品种，只是说大中小不一样哈。啊，帮我剪吧。我还没说价格呢，多少钱1斤啊？8毛1斤。哦，那你这个算便宜了。我们贵州那边的新鲜土豆，这个是新鲜的哈，刚出来的。我们那边是3块钱1斤。我们这里便宜。啊，可以了吧？你帮我称一下。4块。我扫给你，老板，看到没有？4块钱，这么大一袋。这个用来自己炒菜吃，真的是香到爆了！我跟你们讲，平时我们要是在路上没遇见有缘人，就自己搞吃的。这个小番茄是真可以，我告诉你们，兄弟们，这个用来做酸汤吃啊，非常好吃。咦，这个是什么呀？这个又是什么菜啊？包白菜吗？我靠！我真的不是在这儿装憨呢，我真不知道这个是啥。我头一回见这玩意儿，这个应该是包白菜吧，只是长得太紧实了。它和我们那边的品种不一样啊。你们那边的包白菜品种是这样子的吗？没见过吧？啊？哇，这个牛哥，舌头都这样伸出来。这个牛头的话是一整个卖吗？对，一整个卖这个牛头多少钱？9块1斤，30多斤哦。对，精瘦的牛肉呢？32，这种28。你知道牛4两吗？不知道。就是它肥肥的、瘦瘦的，但是它水煮了之后它不肥，它只有这么一小坨儿。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个位置？就是这个部位，它只有4两，所以叫牛4两。这个排骨呢？26。啊，谢谢你，老板。啊，走累了啊，来买瓶喝的，结果呢买了1瓶，然后连续中了3瓶了，再开1瓶，不知道这瓶有没有了？没了，相当于买1瓶得了3瓶。哦，这个是在卖糯米饭啊，7彩糯米饭，看一下好漂亮的颜色，太漂亮了吧？咋卖的7块1斤，在网上卖的12块，在网上卖的12块。你可以买。
看起来挺不错的，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吃哦？花12块钱买1斤糯米，哈哈。要来早一点，趁生意很好的时候你才来。现在都是有点晚了吗？对，现在晚了，要来早一点。大概要多早啊？大概8点，这2天8点左右人最多。哦，太晚了，这个上街了。云南集市上的东西啊，是随着季节而变化的，可谓是五花八门。不过呢，我今天呢来的略晚了些，许多人赶完集市啊都回家了，所以街道上的人呢稍微少了些。就在我把集市逛得差不多，准备离开的时候，然后遇见了活泼可爱的布依族奶奶们，发生了接下来有趣的一幕。他们几个是布依族。哦，是布依族的。你们是从哪里来的？牧场的。你瞧他们男的还有他们地方唱的歌，进节目给他们唱啊。唱民歌会唱啊？唱民歌的会唱。来唱一首嘛，帮你们记录一下。山上的妹妹看过来哦，我来给你们打节拍，准备3、2、1，起！唱东方红，好听。唱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呀？布依人，布依峡谷真有名。哦布依峡谷出天下，大家都有唱歌人。哦，是这个意思。谢谢你，奶奶。都说少数民族能歌善舞，在大街上随便遇见的布依族奶奶也能高歌2句。当我了解到他们也是来自附近不远处的村子，我顿时来了兴趣，干脆和他们多唠嗑一下，指不定还能受邀去村子里做客，那就更有趣了。来吧。我不会唱。洋芋粑，洋芋粑。不会唱，不会唱。不唱我走了，我要回贵州了。啊，对呀。啊，我大老远来听你唱歌呢。哇，我就不会唱了，你来给我唱，我唱。你唱你会听吗？我唱啊，我会唱苗族歌，但是我只会一点点哦，这又得把我的杀手锏给拿出来了啊！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听懂啊？这个是我们贵州的苗族。东大马嘎就来哦得，没大马奈过嘿，熊大盖塞了，刘大让大到嘿，啊！谢谢你们，拜拜了，我要回贵州了。大家问好，还在唱完。我也去找饭吃了，我一唱完我就饿了。去你们家？我杨木桑。你们家在哪儿嘛？杨木桑。哦，就在这附近嘎。你们全都是羊毛的呀？行，我给你们拍个合影，一会儿我可以洗出来送给你们。来吧。他们几个要你跟他们一排照在一的，他们几个。把我呀？把我拍进去啊？3、2、1，笑一个。其实人与人之间的日常聊天你尽可能为对方提供情绪价值。当然我说的不一定对不过你会发现，当我越是社牛，越逗他们开心奶奶们都对我喜笑颜开，而且也正如我所料，邀请我去他们村做客。这不，故事就来了。你们现在就要回去吗？没有玩到喝。你们要玩到天黑呀？没有。哦，那你们一会儿去哪里？就是在街上逛。就在街上逛哦。你们去不去吃？我请你们去吃。我请你们吃，我去打印照片。我去那里吃饭。你们一会儿去找我拿嘛。我们走了，一会儿来找你们。拜拜，我去吃点饭，我饿了。拜拜。我们现在也来吃一点，351斤。哦，这个随便什么都是一样的价格是吧？哦，这个是什么呀？肠子。这是肠子。牛肠，这是肚子。这是肚子。这是牛脚。哦。随便吃了都是一样的。一样切一点可以吗？你帮我弄嘛，称个2斤有多少啊2斤的70块钱。称1斤半的可以吗？那我称1斤半的吧。肉弄一点，那些杂弄一点就可以了。一共63是吧？你们吃不吃饭？吃饭。3块钱一个人。吃饭是3块钱一个人。你们几个人？3个。3个9块，9块的是3。72。来。少个人是。有很多人都吃完回去了，我也找个位置坐下来吃，就坐这里吧。
呀，这么大一锅，太夸张了。太夸张了！来吧，兄弟姐妹们啊，美食品鉴时间到了。刚刚跟大哥他们吃了之后，我觉得确实挺好吃的，给我种草了啊！咱们来尝一尝这边的牛肉啊，到底怎么样啊？虽然是赶集，但是呢，咱们也要在赶集的快乐和生活当中体验到乐趣啊！来整一口这个大米饭，这么多啊，真香！他们这个牛肉哈，我跟兄弟姐妹们说一下啊，看着有点肥肥的，但实际上呢，这个牛肉是很糯的，肥而不腻啊。我去市场上问了，他们牛肉也是30多一斤，人家这样做好了才35。不对呀，我们刚刚不是问那个大哥吃饭的时候，他说他30嘛，为什么到我们就35了？涨价了！我靠，太鲜美了，兄弟姐妹们，这个肠子啊，哇，无敌了，这味道！哦，哇，嘿嘿嘿嘿嘿，旅行的意义是什么？在于吃遍每个地方的美食啊。不知道吃完饭他们还在不在那里啊？不在那里的话，这个照片就白给他们拍了啊。牛肉汤锅35元一斤，米饭3块钱一个人，这个价格算下来呀，不知道划不划算。但是这个味道是真的不错，怪不得会有那么多人在这里吃。这老板呢，生意这么好，在当地啊，应该也是一个小富豪喽。3个废物果然没有吃完，最终给安妮波妞打包回去了。不是不好吃啊，是好吃。这边天气一热就没有胃口吃饭了。这个包谷饭太胀肚子了。现在准备去打印照片，然后去找那个奶奶，看他们在不在，把照片送给他们啊。慢点，慢点，你们都有，见者有份哦。开饭啦！这个狗哈，护食的狗是不能护食的，你看，放在这里，它不护食的。我去，波妞吃的好快。安妮也不护食啊，狗不能让它护食哦，听到没有？我去，你这么快就干完了，几秒钟的时间他就干完了，哇，都干完了。他们2个都不护食的，很乖的。现在照片打印出来了哈，一共打印了8张，因为他们有8个人哈，现在去给他们送过去。耶，他们刚刚就在这里啊，去哪里了？这摆摊的位置人们也撤了，但人不在这儿，刚就在这个位置拍的，你看。完了，我打印这么多照片，人不在呀，这上哪儿去找啊？抱着一大堆照片呢，在集市上来回找了半天，也没发现他们的踪影。看来这是有缘无分了。由于我着急赶往下一站呢，这照片我就另想办法送到他们手里。我很期待呀，下一次再来这里的时候与他们重逢的故事。